大家好 ，RLK 做这个频道1年多了，目前还处于流量食物链的底层。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定期更新。希望各位大大能够帮鄙人多多推广，让我早日转全职。不过再忙也还是要给自己放松喘息的机会，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，首先出国就别想了，实在是怵到挤不出那么多天假。既然这样，就是时候给本岛观光产业创收了。不过像 RLK 这种没事找事、挑三拣四、语无伦次、专门挑刺，反正就是此般太阳的消费者，去哪住哪，就是一项非常极限的心智挑战。我一直都很想住看看有私人汤屋的饭店，也就是房间内就可以泡温泉，然后还有点风景的那种。主要是实在不喜欢共用浴池的那种下睡觉感。不过一开始进入我法眼的反而不是间温泉饭店，而是阿里山 Indigo。由于个人过往在对岸的旅宿经验，一般而言我还是对国际连锁的品牌比较有信心。再加上 IHG 集团，我除了 Holiday Inn 以外就没住过更高档的。那 Indigo 跟洲际本家自然就是鄙人心心念念的目标。但是经过一番研究后，阿里山 Indigo 让我退却的并不是高昂的房价，而是铁皮屋景观第一排，倒是即将于明年初开幕的新北北海温泉洲际酒店，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。后来我又看上去年底才改装完成的汉来日月行馆，这间号称全栋无敌湖景汤屋，坐拥日月潭最佳 SPA 的顶级饭店，价格完全是打扰了。不是哥们，现在陆客都不来了，还这么坑本岛居民吗？但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隔壁那间23年没整修、浴室各种问题都有的楼也卖差不多价钱，不禁感叹所谓寡占即是无差别坑人。最后在预算内选品质不错的私人汤屋旅馆，满足有出远门但交通依然方便，我就锁定宜兰礁溪。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礁溪老爷，因为老爷刚好在去年也重新整修，但因为 RLK 是一个懒鬼，老爷的位置实在有点偏，于是我果断 pass。那剩下2强出火车站后步行可到的，就是寒舍旗下的礁溪寒沐跟金华旗下的金泉风旅，两者母公司都是本土旅宿业的第一梯队。一开始我看上的是金泉风旅，因为比较便宜一点。但后来我仔细研究各路开箱文，发现金泉风旅那个百叶窗格栅真的是一眼磨铁封，然后他家楼下又是个玩百家乐的地方，跟隔壁独门独户的寒沐比起来高下立判。于是二话不说就踏上了说走就走的礁溪2天1夜旅行。礁溪寒沐于2017年11月开幕，距离台铁礁溪站直线距离只有不到400公尺，附近便利商店、小吃店、饮料店一应俱全，走路去买宜兰破丘也不会很远。但宜兰是不是讲单楼的比较多？有没有懂的小伙伴评论区交流一下。我这次去程是搭普悠玛，回程是搭自强号3000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搭自强号3000，心里还是有些小期待的。其实双北往礁溪约莫1个半小时车程，但途中可以享受有山有海的美景，而且到了当地也不必舟车劳顿。礁溪绝对是满足既要又要的懒人天龙居民的观光首选。不过这个自强号3000没有脚撑是怎么回事？抵达礁溪站后，走出候车大厅，沿着温泉路直直走到健康路交口，就到了寒沐。他们家饭店分成2栋，隔了一条马路，一边是入住大厅、餐厅跟各项公共设施聚集的酒店栋，另一边则是以房间为主，搭配公共浴池跟商务中心的行馆栋。原则上是这样的，如果是带小孩3人以上的住客，建议可以选行馆栋的房间；如果是2人世界的话，那就选酒店栋。不过酒店栋也不是没有老少咸宜、合家欢乐的选择，那就是总统套房。我这次订的房型是酒店栋的晨风居双人房，所以说行家都知道官网订房能够免去比价白忙，但官网方案却让我看了眼泪2行。主要是我跟我女朋友都不喜欢吃到饱，所以官网那些强迫要搭配套餐的方案果断 pass。最后我是透过第三方平台下订，而且我发现寒沐无论订什么房型都要含早餐，这一点小伙伴下订的时候可要注意一下。一抵达饭店，映入眼帘
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非常气派的环形车道，搞得跟中山北路精华一样。进去以后就是挑高的大厅，右手边是柜台，左手边是商店跟餐厅。大厅通往电梯区域放了3幅巨型的挂画，延续韩舍集团自诩的艺术气息设定。我们这次比较幸运，房间被安排在最高层的17楼。这里还有个彩蛋，就是在电梯出口有个小窗，可以远眺南洋平原。天气好的话，龟山岛也看得非常清楚。一进房间，不得不说这个 layout 还是非常合理的，一个类似卧榻的沙发，大床面对电视，然后就是阳台。我这次住的是山景房，个人感觉会比平原侧的海景房更好，毕竟礁溪离海岸边实在也没有很近。山景房的话，你还可以自行脑补是在抹茶山脚下。然后右手边隔间依序是厕所、衣帽间、梳妆台以及浴室区，无论起居间或是盥洗空间都分配的比较平均。如果你从韩木官网看它的全景照，可能会觉得有点小，但实际的起居空间非常 OK。然后就是本次关注重点，室内泡汤浴池。它这个设计除了没有栅栏在窗边遮挡以外，浴室还刚好位在阳台的一隅。虽然这个浴池不是露天的，但几乎营造出来类露天浴池的氛围感，整体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暖色系基调。可以说当初为了他们家私汤而来，确实不虚此行。不过讲完了优点，现在就要谈谈一些有待加强的地方。首先，韩木的公共设施相当多，尤其是亲子娱乐方面，甚至还架了几台 Switch 跟 Gran Turismo 的模拟器供住客使用。但我觉得都出来踏青郊游了，还坐在电视前打电动，似乎是有些过分。然后就是健身房，这间健身房最神的地方就是哑铃全部重量都只有单支的，而且重量全部都只标注磅，这么简单的细节都马虎掉了，未免有些草率。最后就是餐饮，我们就近在1楼的 Moo Bar 用餐，他们的餐饮算是毁誉参半。首先，饮料的价格基本上是对标台北的5星级大堂吧，倒是这个西西里咖啡用的 Whisky Style 冰球，勉强算是情绪价值拉满。我点了个很常规的美式汉堡，口味什么的都还可以，但其他餐食要么是普普，要么中等偏下。至于早餐的话，菜色真的是极其丰富，对我跟女友这种早餐吃少少的人，坦白讲是蛮亏的。不过实际吃起来，也就是北市水平中等的吃到饱自助。它给我的感觉是把平常的下午茶时段挪到早上来供应。何出此言呢？因为我甚至看得到哈根达斯冰淇淋，不得不说，一早就吃这个，确实有点血糖不耐症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在远东宜兰成衣厂开发案有下文以前，韩木跟老爷应该是稳居礁溪饭店的天花板，无非就是老爷更像 resort， 韩木更像 hotel， 只不过韩木这个价格跟他的 offer 到底有没有匹配，这就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我觉得以他的服务品质跟设备维护来讲，妥妥第一梯队。如果加上餐饮的话，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值得。鄙人还是建议韩木可以推出纯住宿的选项。一方面，他们自助餐厅目测也不像缺业绩；二方面，我觉得会拿奶油刮板做早餐 omelette， 这种水平实在是不配强迫消费者买单。好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还想要交流更多内容的小伙伴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想看 RLK 更多内容的朋友，也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